马年央视春晚的吉祥物4匹小马的配色、排列和气场，竟然与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高度重合。于是问题来了，把象征末日审判的符号请上了新年晚会的舞台，这场戏究竟是在庆祝新年，还是在预告审判呢？而在启示录中，四骑士只是序幕，真正的关键角色是最后登场的第5位骑士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象征着清算之后的秩序重建和世界重启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围绕着即将到来的2026年，多位的预言者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相似的关键词：东方、战火、政权崩解，甚至人类文明的重启。当这些线索彼此交叠，我们是否正站在一个巨变的门槛上呢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月音。12月18号，央视正式官宣马年春晚的吉祥物琪琪、季季、迟迟、程程4匹小马集体亮相。官方的解释称，这一设计呼应晚会的所谓主题，奇迹驰骋，势不可挡。然而民间第一眼看过去，不是振奋，而是傻眼了。因为这4匹一路狂奔的小马，怎么看怎么眼熟，配色准确，简直和天启四骑士的坐骑直接撞衫了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官方介绍中还特别强调，4匹小马的创意满满的融合了陕西的文物元素。也就是说，这4个吉祥物无一例外的都离不开同一片土地，习近平的老家。于是画面突然就变得诡异起来了。新年晚会的舞台上站着4匹末日审判级别的骑士坐骑，口号还是势不可挡，这一下子就拉满了清算的氛围。这场末日审判到底是冲着谁来的呢？是诅咒习近平，还是中共呢？把末日审判请来当吉祥物，央视的这波操作究竟是无心的天意巧合，还是集体的精神错乱呢？再加上晚会的主视觉设计4马齐驱，4匹马呈一条直线排列，正撞上天安门6·4坦克人的经典画面，二者乍看之下十分神似，网友们不禁惊呼：央视这是要造反了吗？央视推出的这4个吉祥物，如果真的在冥冥之中对应上了天启四骑士，那么他们会给人间带来什么呢？根据圣经启示录的预言，在人类末节的最后时刻，马蹄声响起，天启四骑士依次登场。他们是末日审判的先锋，将把瘟疫、战争、饥荒和死亡带到人间。白马骑士手挽弓箭，被视为是瘟疫和疾病的象征。红马奔腾，手持大刀，这位骑士被授予夺去世上的和平，让人类彼此厮杀，是战争的象征。黑马登场，手拿天平，这是会让物价飞涨，带来饥荒的骑士。第4骑士青马压轴，两袖清风，但他所到之处只剩空城与坟墓。4位骑士统称为天启四骑士，上帝授予他们权杖，是夺取地上1/4的生命。至此，人间大劫难拉开序幕。这听起来可真够吓人的。但是人类历史最后的审判时刻，目的不是毁灭，而是重启。启示录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正邪之战、神的审判与大劫难。这场大审判既公义又严厉，被清算的不仅仅是与万王之王对抗的兽，而是所有的人，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，都将站在光中，接受神最终的裁决，各自的功过再无遮掩。启示录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的观点，在这场正邪对决中，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，因为每一个人，无论选择发声还是沉默，无论是否自觉，都早已在正与邪的较量中选定了位置，并为自己的选择接受审判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。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，很多人都跟我说越来越容易累，精神不集中，睡不好，做点家务都觉得气力不够。
如果您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或许可以试试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。GenX 使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产区的高品质西洋参，再经过专利技术提炼浓缩，极大地保持了人参的有效成分，同时提高身体吸收率。1小勺黑膏滋相当于6根人参的精华，比直接吃人参的效果好太多了。很多吃过的观众反馈说，他们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但效果确实是比想象的快。有位观众说，原本做一点家务就累得不行了，开始吃了不到1周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，精神也跟着回来了，家里气氛都变好了。也有人说睡眠品质变稳了，不容易累了。还有人说累的时候吃一口，很快又有精神。还有不少回购的朋友表示，吃了10天左右就觉得白天更清醒，精神更集中。这些回馈让我们也很开心，也更确定一件事，身体其实是会回应你的，只要补对东西，补得进去，它就会慢慢调整，慢慢恢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10局，享85折优惠。圣诞期间，也就是截止到1月1号，购满400立减30，可以和优惠码叠加使用哦。但审判可并不是地球的终结。启示录中记载说，在经历了这一切毁天灭地的大难之后，幸存下来的善良人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。第5位骑士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将会带领着幸存的民众，开创人类的盛世辉煌。关于第5位骑士，启示录里是这样描述的：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忠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凭着公义。他的眼睛如火焰，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他穿着沾过血的衣服，他的名字是神的话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着他。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，好他来击打列国。他将用铁杖治理他们，并且要践踏9栅，就是全能神烈怒的9栅。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段话究竟是在表达什么呢？首先需要说明的是，启示录是一部充满象征意义的预言，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预告。以下呢，也只是一种常见并且相对稳妥的解读角度，供大家参考。所谓从他口中发出的利剑，并不是指具体的武器，而是象征真理的话语所具有的审判力量。真理能够揭穿谎言，使不义无所遁形。用铁杖治理列国，通常是被理解为是一种不可妥协的公义秩序，意味着混乱与暴政终将被终结，而不是依靠协商或权宜之计继续拖延。践踏烈怒的9栅，则是古代极具冲击力的象征画面，用来表达罪恶累积到极限之后，必然到来的是清算。这里的烈怒并不是指情绪失控，而是对长期不义的一种最终回应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位被称为第5位骑士的形象，并不是以暴力屠戮来征服世界的，而是强调以真理做出判断，以公义结束不义秩序，并为长期积累的错误与罪行画下了句点。如果说天启4骑士象征的是审判的开启，是混乱与危机的展开，那么末日大审判所针对的其实是人类在正与邪之间所做出的选择。而最后出现的这一位骑士被称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并不是毁灭者，而是象征秩序的重建与全新的开始。因此启示录并不仅仅是灾难的预言，它所描绘的终局可以不必理解为是世界的终结，而更像是一个旧秩序被清算，新秩序得以重启的过程。观众朋友，如果您对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心里存着怀疑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把它当做一个故事来听一听就好了。但是只要稍微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在看戏，其实说不定早已经身在戏中了。现在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乱象，或许正是等待我们每个人在做出选择。
历史从来不只是考验权力，也考验人心，而答案终究是要由我们自己来给出的。人们会本能地回头翻看那些被反复提及的预言，因为现在就处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再一起来看一下关于下一个阶段局势的警示，因为已经开始频繁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。2026年东方恐有战火。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已经离世将近30年了。他生前留下了很多的预言，与一连串的国际重大事件都惊人的契合，包括美国911攻击事件、戴安娜王妃之死、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、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英国脱欧等等。他还曾经警告2025年是人类灭绝的开端，不禁让人胆战心惊。至于说到2026年，他的说法就更直接了。他认为全球的局势不但不会好转，反而会持续恶化，甚至警告第3次世界大战可能是在春天从东方点燃，接着就会一路蔓延到西方，最后不排除导致部分西方的强国出现结构性的崩解。外界对这段预言的解读也是相当的多，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暗指台海局势急速升温，也有人联想到美俄之间爆发正面冲突。不止人祸，他还提到天灾也会同步上演，包括强烈地震、火山爆发以及越来越极端的气候现象，可能会吞噬全球约7%到8%的土地，对环境和基础建设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更夸张的是，他还警告2026年可能是 AI 全面渗入人类生活的一年，不只是工作，连社交、决策、日常判断都会被 AI 深度的影响，甚至存在某种 AI 反过来控制人类的风险。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，莫过于他声称2026年11月，人类将第一次与外星文明正面接触，地球将会迎来太空船造访，并正式开启人类与外星生命接触的历史时刻。当然，这些预言是否会发生，没有人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。但也正因为内容过于极端，所以才引发了如此巨大的讨论。泰国的预言师 Plan 在2025年倒数之际，突然抛出了3个神秘的字母 HGT。同时，他还提醒大众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有些地方最好避免前往。由于预言家没有明说具体的地点，只是表示这是他所看到的，并且觉得是能说的内容。这3个字母随即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。目前猜测最多的地点是香港、日本和台湾。这3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都和北京的局势紧密相关。如果北京方面出现激进和误判的动作，那么这些地方可能首当其冲，就会成为预言中危险地带，出现战火的风险。当然，这些解读本身仍然属于推测，只是恰好对应上了当前紧张的区域局势，才会让外界格外敏感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是在提醒这些字母的地区会出现自然天灾。英国的著名灵媒帕克预言，在2026年，不仅是中共政权将开启冰川式瓦解，那些被视为小兄弟的红色政权更是接连变天，独裁者排队倒台，推动一轮前所未有的全球政治大洗牌。另一位泰国的女先知莫普莱也预言，此时地球正准备按下重启键。如果地球重启，人类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？如果人类开始清醒，找回自己内心的谦卑与善良，敬天知命，爱惜生命，那些预言的灾难会不会也随着人心的改变而改变呢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